3本册子锁在柜子里。太虚幻境，上一集宝玉走进去的那个梦中世界，警幻仙姑带他穿过几重门，到了一间存档的房间。房里沿墙全是柜子，每个柜子上贴着封条，写着地名和编号。警幻打开其中一个，金陵12钗，里面分3层，右副册、副册、正册，3个等级，3种身份，3套命运。右副册写的是丫鬟，贴身侍女，买来的卖身契捏在主人手里。副册写的是身份暧昧的女子，不完全是主，不完全是仆，卡在中间。正册写的是12个最核心的女性，贾府和4大家族里命运最重的那一层。每一页先是一幅画，再是一首4句的诗，画是谜面，诗是谜底。宝玉从最底下那本翻起，每翻一页停一下，念一念，皱皱眉。翻完又副册，说看不懂，换一本。翻完副册还是看不懂，翻完正册，12页，12个人，12种结局。他一页页翻过去，字都读了，却没有一页真正读懂。有一种故事一开始就告诉你结局，不是悬念被剧透了，是作者亲手把最后一页撕下来贴在扉页上。你还没认识这些人，就已经知道他们怎么收场，然后你翻过那一页，开始从头读起。你读的不再是会发生什么，你读的是如何走到那里。每一个笑，每一次相聚，每一场热闹，底下都压着一个你已经知道的终点。这不是剧透，这是曹雪芹选择的时间方向。第5回的册子就是那张被贴在扉页上的最后一页。第5回中段，宝玉在太虚幻境中被警幻仙姑引入一间存放命运档案的房间，他依次翻开右副册、副册、正册，看见画和判词，全部不解其意。警幻不做解释，带他继续往前走。先看这个系统本身，金陵12钗，钗是女性的代称，12一个循环之数，正册12人，副册12人，右副册12人，36个女性的命运存在同一个柜子里，但她们不在同一本册子里。右副册里的人是丫鬟，晴雯、袭人，宝玉身边最亲近的2个贴身丫头，她们的命运被记录、被判定，但放在最底下那一层。副册里是香菱，本名英莲，甄士隐的女儿，3岁被拐，辗转卖给薛蟠做妾。她不是丫鬟，但也不是正经的小姐太太，一辈子卡在中间。正册里是林黛玉、薛宝钗、王熙凤、贾元春，大家族核心圈层里命运最重的那些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预言都有等级制度，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同一种力度书写。丫鬟的结局用4句话交代完，和小姐的结局用4句话交代完，篇幅一样，但放的位置不同，位置本身就是判词。你在哪本册子里，决定了你的命运在这个系统中占多少分量，不是轻重之分，是可见度之分。正册里的人，他们的毁灭会被整部书用几十回来铺展，右副册里的人可能只给你1、2回。曹雪芹把他的人物系统用一个3层柜子的物理结构说清楚了，不需要解释，打开就懂。宝玉怎么翻的，原文写得清楚。他先随手拿起右副册最底下那本，翻开，看见画，看见诗，念了一遍，然后原文写宝玉看了，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，一床破席，心中也就不大明白。再拿起副册，又是画又是诗，还是不明白。最后打开正册，一页一页翻过去，12页，12幅画，12首诗，每一首都是一个他认识的人或者即将认识的人的一生浓缩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也不能尽解，还是不懂。这里有一个结构上的安排需要注意，宝玉翻册的顺序是从右副册到正册，从最低等级到最高等级，这是升序，身份越来越高，命运越来越重。但对观众来说，信息的释放也是升序的。先给你丫鬟的命运，你可能还不认识他们，再给你核心人物的命运，他们是这部书的主角。曹雪芹安排宝玉从底部开始翻，不是随机的。如果先翻正册，宝玉有可能从2株枯木的画面里认出黛玉，林字拆开就是2个木。但从右副册开始，他面对的全是陌生的符号系统，没有辨认的线索，只有茫然。等翻到正册时，他已经习惯了看不懂，不再用力辨认了。他亲手翻过了所有人的结局。每页的结构是固定的，先画后词，这不是装饰，是双重加密。以右副册第1页为例，画面一幅不明所以的图，某些版本记载是非人非物，画下面是判词：霁月难逢，彩云移散，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招人怨，受邀多因毁谤生，多情公子空牵念。
这写的是晴雯，宝玉房里最漂亮、最伶俐、脾气最烈的那个丫头。霁月，雨后的月亮，晴字的意象。彩云，文字本意就是彩云，名字拆进了判词里。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8个字压住一个人一辈子的核心矛盾。他的心气是小姐的心气，但他的命是丫鬟的命，卖身契不在他手里。无论他多聪明、多好看、多得宝玉偏爱，他的身份是买来的。受邀多因毁谤生，他死得早，死因是被人说坏话，不是病死，不是意外，是毁谤，别人的嘴杀了他。后文第77回，晴雯被撵出贾府，病死在哥嫂家里，他到死没做过任何他被指控的事。翻过这一页，下一页，一簇鲜花，一床破席，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堪羡幽灵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。鲜花，花是华，谐音指向花袭人的花，破席，席谐音袭，袭人，宝玉身边最温顺、最稳妥的那个丫头。但判词说的是她温柔和顺了一辈子，最后离开了宝玉，堪羡幽灵有福。幽灵是戏子，她最终嫁给了一个唱戏的蒋玉菡。公子无缘，她和宝玉之间没有善终。2个丫头，一个烈，一个顺，一个因为心气太高被毁谤而死，一个因为太过妥帖反而走了别的路，命运的方向完全相反，但结果一样，都是空。宝玉看着这2页，他身边每天就是这2个人，他看不出来。附册第1页，画面一株桂花，旁边几根蓬草。判词：根病荷花一茎香，平生遭际时堪伤。自从两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乡。这个人在前几回里已经出现过，他3岁时叫英莲。英莲，甄士隐的独女，元宵夜被拐走，从此坠入另一种人生。现在她叫香菱，是薛蟠从拐子手里买来的妾。根病荷花一茎香，她本姓甄，家里原来有荷花池，她的根在那个池子里。香是后来别人给她起的名字，香菱。她的名字随着被转卖而更换，但判词还是把她拉回了荷花池边，那是她来的地方。自从两地生孤木，两地拆开是贵字，这几个字的确切指向历来争论不一，但最后一句没有争议，致使香魂返故乡，他会死，返故乡，魂回到甄家，回到那个他3岁就离开了的地方。一个3岁被拐走的孩子，判词告诉你，他的魂最终回去了，但他的人再也没回去过。他被放在副册里，不是右副册，他不是丫鬟，他是妾，但也不是正册，他没有大家族嫡女的身份支撑，他卡在中间，这个位置本身就是他一生的缩写，不在最底层，但永远够不到上面。他的命运有人记录，但只配放在第2层抽屉里。正册最上面那本，宝玉翻开第1页，2个人共用1页，这在整个册子系统里是唯一的例外。2株枯木，木上悬着一围玉带，又有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。判词：可叹停机德，堪怜永续财，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2株枯木，木字2个，合起来是林，林黛玉，玉带挂在林中，玉带林倒过来念是林黛玉，林黛玉。一堆雪，雪谐音薛，金簪埋在雪里，薛宝钗。金簪是他，雪是他的姓，金簪雪里埋，金字被大雪盖住，看不见了。2个人1页纸，一首判词的前2句分给2人。可叹停机德，停机点出乐阳子之妻割断织机，劝夫读书，比喻妇德。宝钗堪怜永续财，永续点出谢道韫以柳絮因风起，比拟飘雪，比喻才情。黛玉可叹和堪怜2个词的情感方向是一样的，不是一个好一个坏，是2种可惜，一个有德行可叹，一个有才华堪怜。曹雪芹为什么把他们放在同一页？后世争论了200多年，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，在这个命运档案系统里，他们2个人的结局被写在同一张纸上，他们共享一种命运结构，不是一个赢了一个输了，是2个人一起被埋进同一首诗里。再往后翻王熙凤那一页，画面一片冰山，上有一只雌凤。判词：凡鸟偏从末世来，都知爱慕此生才。亦从2令3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。凡鸟合起来是一个凤字，偏从末世来，他偏偏生在这个家族走下坡路的时代，都知爱慕此生才，所有人都承认他能干。他管着荣国府几百口人的日常运转，1个月经手的银子比外面中等人家1年的收入还多。亦从2令3人木，这6个字是整部《红楼梦》里最著名的谜语之一。从令休3个阶段，先是顺从，再是使令，最后是休，被休弃。
冰山上的凤凰，冰一旦化了，凤凰就没了落脚处，那片冰山就是贾府。最后一页，第12页，秦可卿。画面在某些版本中记录为高楼大厦，有一美人悬梁自缢，判词：晴天晴海换情深，情寄相逢必主吟，蔓延不消皆荣出，造性开端实在宁。4个情字劈头连下来，晴天晴海换情深，它整个人是由情和换构成的。而最后2句突然转了方向，蔓延不消皆荣出，造性开端实在宁。别说败家的事都是荣国府干的，真正的祸根在宁国府。这首判词的重心不在秦可卿一个人身上，他的最后2句是给2座府下判，宁府是祸的起点。秦可卿是第一个死的重要人物，他死在宁府，他的判词也把宁府钉在了造性开端的位置上，他被放在正册最后一位，第12位。排序本身是判词的一部分。现在退后一步看整个设计，第5回写在全书的前6%的位置，120回按成稿本记，第5回占不到第5页。但所有核心女性的结局，她们的死、离散、衰败、背弃，在这里全部写完了。这意味着从第6回开始，读者手里就握着一张完整的结局清单。你知道黛玉会挂在林中，你知道宝钗会被埋，你知道王熙凤的冰山会化，你知道香菱会返故乡，你知道晴雯会因为别人的嘴而死。然后你翻过第5回，进入第6回，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，故事从头开始，热闹的、繁华的、人物鲜活的那个世界在你面前展开，但你的阅读体验已经被永久的改变了。你看他们笑的时候，知道他们后来不笑；你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知道他们后来散了。每一场繁华底下都压着你已经读过的那4句诗，你不是在等会发生什么，你是在等什么时候发生，不是悬念，是倒计时。这就是曹雪芹选择的阅读结构，把终点放在起点之前，让读者带着结局去看过程，让每一回的日常都笼罩在命运的阴影里。那个阴影不是来自角色不知道的信息，是来自读者知道但角色不知道的信息。希腊悲剧用的是同一种方法，俄狄浦斯的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弑父娶母，他们看的不是结局，是一个人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他已经被写好的命运，每一步都以为自己在逃离，每一步都在靠近。曹雪芹把这个方法写进了小说的结构里。第5回的册子就是贴在舞台入口的那张节目单，上面写着所有人的退场方式。而宝玉那个亲手翻完了全部册子的人，什么都没读懂，他是唯一一个拿到了节目单却看不见字的观众。他将在后面75回里亲眼看着这些判词一条一条兑现，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。从3本册子的等级结构，到每一页话语词的双重加密，到拆带共享一页的例外安排，第5回的判词系统做的不只是预告结局，它建立了一种阅读的时间方向，从已知走向已知。你不是在追一个故事的结果，你是在看一个结果如何成型。册子是压在全书底部的重力场，后面每一回的情节都在它的引力范围内运行。宝玉合上了正册，他不是没看见，是没看懂。警幻没有解释，他只是把册子收了回去，带他继续往前走。前面还有一样东西等着他，不是用画和诗写的，是用唱的。下一集14支曲子，同样的命运，换一种编码。画和诗是档案，曲子是挽歌。宝玉这一次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耳朵听。